是我们在欧洲自行车跨国旅行的第6天，我们来到了奥地利梅尔克小镇。镇上的广场很小，摆放了一些精致的雕塑。梅尔克修道院坐落于岩盘之上，俯瞰多瑙河，毗邻优美的瓦豪河谷。里面有栩栩如生的湿壁画和数量庞大的中世纪珍贵手稿。沿途我们经过了 Amsterdam 的许多乡镇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都不到90人，比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的人口密度还要低。骑行在这样一望无际的丘陵绿地，让人感觉非常放松。今天是我们在欧洲自行车跨国旅行的第6天，我们来到了奥地利梅尔克小镇。我们在梅尔克小镇停留了2晚，选择了这间民宿，房间明亮舒适。民宿主人为我们预留了自行车停放的车库，我们可以安心的一夜好眠。民宿的早餐非常丰盛，我们吃饱喝足，昨日骑行的疲劳感消失了，精力充沛。一走出民宿，在梅尔克小镇上就看到许多同样骑单车的人们，他们也是以骑单车的方式游历瓦豪河谷各个沿途的城镇。在街上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店，店内外摆放的艺品十分小巧可爱，很吸引人们目光。小镇广场上即可看到著名的梅尔克修道院。镇上的广场很小，摆放了一些精致的雕塑。跟着人群的方向走，我们来到了进入梅尔克修道院的小巷台阶。现在跟着我们，在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古典乐中，展开梅尔克修道院的文艺之旅吧。进入修道院的大门，大门两旁竖立的是2位护法圣人的塑像。修道院的外墙金碧辉煌的色彩，又称为泰瑞莎黄。据说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女王玛丽亚·泰瑞莎喜爱用金黄色装饰建筑，熊布朗宫亦是如此。进入修道院的大门后，穿越前庭便进入主教庭院。梅尔克修道院成立于西元1089年。这座修道院过去为哈布斯堡王朝所拥有，之后送给了教会，成为一座本笃会修道院。在这之后，修道院共经历了30年宗教战争与1683年土耳其人入侵，梅尔克修道院2次都被烧个精光。今天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巴洛克式风格建筑，是在1702至1738年间所建造，全长超过320公尺。梅尔克修道院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座修道院，里面有栩栩如生的湿壁画和数量庞大的中世纪珍贵手稿。
由于梅尔克修道院具有非常高的名望和学术价值，在约瑟夫二世大量解散奥地利修道院时得以幸免，并逃过了拿破仑战争的破坏，是保存完好的珍贵古迹。如今本笃会的修士仍在此为文化和教育奉献自己的力量。在梅尔克修道院，修士遵守圣本笃的规则，居住在这里。尽管每年有55万人来此参观，但它仍是一个精神生活之地和基督中心。这里是皇帝台阶，这个台阶可进入各个展厅参观，但展厅里不容许拍照留念。我们没有买票进入展厅，后来想想，其实真的有点可惜啊。沿着寂寞的长廊步向修道院的外面，早期这条长廊是修士们读经冥想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来到梅尔克修道院的花园，从花园的小山坡上俯视修道院，黄墙红顶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筑气势宏伟。站在花园的台阶上，可以远眺梅尔克小镇，视野辽阔。逛完修道院后，我们在镇上广场找了一家餐厅用餐。因为梅尔克也是奥地利著名的葡萄酒产地，我们也品尝了当地生产的葡萄酒，非常惬意的下午时光。梅尔克修道院坐落于岩盘之上，俯瞰多瑙河，毗邻优美的瓦豪河谷。因地处高处，即使多瑙河泛滥成灾，也淹不到修道院里，大大的保护了修道院里珍贵的文物宝藏。
在欧洲自行车道的地图上，并没有标示自行车道是否封闭进行维修，结果我们骑行到一半，悲剧发生。最后我们只好折返，骑行回梅尔克，坐火车前往下一个比较近的城市，然后再规划新的路线，骑行前往下一个城市窝喜。相较于3天前骑单车游历多瑙河沿岸城镇，今天坐在火车上，俯瞰着多瑙河沿岸风景，视野更加辽阔。我们沉浸在河岸美景之中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就到达了40公里外的 Amstel。从 Amsterdam 到沃西有3条单车道可以骑行，其中有一条最后会沿着多瑙河到达沃西，另外2条则是内陆的山路。之前几天看太多多瑙河畔的风景，最后我们选择路径最陡的山路骑行，必须经历2个小山丘，上下的高度差大约150公尺左右。这一路将会经过山林以及一整片的丘陵绿地，风景十分的优美。穿越一个小山丘，
沿途我们经过了 Amsterdam 的许多乡镇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都不到90人，比台湾南投县国姓乡的人口密度还要低。骑行在这样一望无际的丘陵陆地，让人感觉非常放松。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我们正要离开沃西，然后今天要骑脚踏车到林，大概60公里。我们来到林兹工业城，是一个很大的城市。我们来到哈休塔特了，然后这是火车站。下了火车之后，第一个看到的景。OK， 我们今天中餐在这边，在这家餐厅点了3